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谁能想到谭健次和胡耀爆火出圈的拉丁舞是凌晨1点20秒学会的？被全网催更的谭健次同学交作业啦！谭健次和老师胡耀终于同框跳拉丁，而且竟然随便换拉丁 BGM 也都能卡上点。网友：不愧是全国桃李杯冠军的谭健次。2026年5月23日，谭健次与拉丁舞启蒙恩师胡耀时隔近20年再度合跳拉丁舞的20秒片段刷屏全网。这场迟到了近20年的作业点燃了全网的热情。20年了，谭健次和他16岁桃李杯冠军时的拉丁舞老师合跳了20秒学会一支舞，骨子里的拉丁血脉觉醒了。最令人惊叹的是，胡耀老师后来在直播中透露，这段网络爆火的舞蹈，谭健次仅用了20秒就掌握了全部动作。原本老师预估像他这样有专业功底的舞者可能需要1分钟学习，结果谭健次只用了20秒。原来这个破圈的拉丁舞是胡耀老师前天晚上去谭健次和不同周度剧组探班，等到前天凌晨1点多下班才拍的，真是高精力人群啊！当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谭健次刚结束拍戏，卸完妆，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连提前刷一遍教学视频的空隙都挤不出来，仅仅配合音乐试拍磨合，一共只跳了3到4遍就完成了录制。这就是桃李杯冠军的绝对硬实力，是10几年苦练刻进骨血的肌肉记忆与身体控制。谭健次根本就是一点没有变啊！20年时间没有收回他任何一点在舞蹈上的天赋。第一就是第一，他依旧是众人眼里最耀眼的那一个啊！知道他为什么能拿冠军了。现在这么忙没有时间练舞，这拉丁舞功底是一点没退步啊！20秒就学会了，其实更加说明了谭老师一直有练习舞蹈的。以前的专业老师说过，1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老师知道，3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了。记得谭健次好像说过，基本功要像呼吸还是喝水一样，意思就是长期保持练习，随时有空就练。所以完整的练舞可能间隔很长时间，练功那是几乎没断过。因为他现在的主业是演员，基本上都在拍戏，谭健次就把日常的基本功练习融进了琐碎的时间里。这么多年了，他竟然还能横插，而且他经常压手指，所以他手指的软度和翘度特别好看。这个身体柔韧度、关节灵活度肉眼可见，比这次超舞的很多裁判都不输。特别是那扭腰摆臀的动作，因为从小跳拉丁，他的胯开发的比一般街舞舞者都要灵活，每一下都扭到了我的心巴上。看似轻松随便扭一扭的动作，背后是他10几年的勤学苦练和坚持练习。不仅仅是拉丁，谭健次还会10几种不同舞种，且已经有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有拉丁的底色在，就算看起来是随便跳跳，风格和小范儿都拿捏得刚刚好。谭健次就这样素着戴个帽子，穿个普通衬衫，和老师2个人就这路边昏暗的路灯跳了这个爆火出圈的拉丁舞。不愧是嫡传弟子，2人形体动作舞蹈的松弛感都一模一样。看得出来谭健次和胡老师是一派系的，那劲儿劲儿的又有点慵懒风，好直观感受到谭健次跳起舞来观赏度好高啊！他这人怎么这么会长啊？头小脖子细长宽肩窄腰长臂展大长腿，这身条太完美了，还颜值高气质好，视频随便截都是绝美。至今尚未发现还有谁有如此完美的人形架加高颜值加好气质加绝美舞姿，力量与美感的交织，这就是拉丁舞的魅力吧。我发现谭健次一跳拉丁，浑身魅力值直接一个突破阈值了，老天，这就是妈生天选技能浑然天成的绝对加成吗？自信昂首优雅像白天鹅。
说实话，这个舞1个月以前已经很火了，但是我刷到很快就划过去了。但是檀健次这20秒，我竟然无限循环了几10遍，不是滤镜，就是直观的好看。檀健次跳的真的特别好，虽然动作啥的都一样，但是他跳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特好看。他的舞蹈似乎会呼吸，动作会随着音乐而动的，就很舒服。这绝对就是高手。从檀健次的舞蹈能看出来，基础扎实是舞者最需要的。所谓的身段不就是这样吗？爆发力、身体控制力、动作干净，这些特点大家平时也能感受到。他跳拉丁时那股子热辣劲儿，每一个扭胯，每一次转身，都是以前练功房里无数次的训练。但真正戳我的是他舞蹈里的热情，独特的少年人清爽的、带点调皮的示爱。我自己觉得能表达出这种热情，才是拉丁舞的灵魂。我在这位冠军的身上看到了这种舞蹈能力。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檀健次16岁时他就拿下桃李杯、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等重磅奖项，斩获世界 IDSF 大奖赛拉丁舞季军，创下中国队青少年组的历史最佳成绩。标志性的斗牛舞片段更被北京舞蹈学院收录进专业教材。在青少年组国际赛事中，中国选手能同时进入拉丁舞和摩登舞前4的情况较为罕见。以当时国内体育舞蹈的发展水平，这一成绩可视为青少年选手的天花板级别表现。对比同年龄段国际顶尖选手，檀健次拉丁舞季军的成绩已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所以檀健次跳舞这么好看是有原因的，他的拉丁已经融杂了他一路以来的经历。街舞、舞台表演经验，身为演员的双重身份，是有他的独一无二的。老师就是更偏向于拉丁的专业性和标准化。檀健次和胡老师的舞蹈一脉相承，但健次的舞从 wave 的发力点到头部动作、肩部动作、表情管理等方面跟老师又略有不同，因为他跳出了更多舞蹈中的情绪，并不仅仅是标准化拉丁舞动作。这跟他常年的舞台经验有关，跟他有多元化的街舞功底有关，跟他多年的演员经历有关。檀健次的舞蹈起源是扎实的拉丁舞功底，且又融合很多其他的舞蹈元素和表演。而胡老师跳出更多的是拉丁舞的专业性和标准性，所以我们会感觉健次的版本看上去更具有观赏性，老师的版本更正统。你可以随手截图观察一下2个人的动作区别，又一样又不一样，真的好神奇。这样的形式既有含金量，又能推广一种文化的发展，更能提高大家的审美。这种传承并发展的感觉真的太美妙，太励志了。老师还在直播间透露，当天太晚，他们不敢喊口号，而且胡老师也不想打扰到健次休息，因为他很忙，一直在背台词。前几天得了病毒性感冒和荨麻疹，只有得过荨麻疹的才知道，荨麻疹真的很难受，真的被檀健次的职业素养狠狠戳中了。顶着病毒性感冒和荨麻疹的不适，依旧保持着专业的状态，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内容。镜头前的他从容游刃有余，背后是多少咬牙坚持的瞬间。他从来没卖过惨，也没喊过累，只是默默把所有事做到最好。要不是胡老师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看出他生病了，那些状态沉浸式的，连书中省略号都演出来，各种路透，完全把大家惊艳了。他总把专业和体面留给所有人，把最好的一面留给观众，把温柔留给身边的人，却唯独忘了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忘了自己也会累。檀健次，你不用一直这么拼的，希望你多爱自己一点吧。小炭火们都希望你在往前跑的时候，也能记得停下来，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可以等你慢慢走，檀健次给自己留点余地，咱别这么拼命好不好？胡耀老师还透露，
因为谭健次的后半段跳得太棒了，他舍不得一次性发完，准备单独剪成 solo 版再发布。当年这两个小卡拉咪终究都登上了顶峰，胡老师、谭健次，你们是最赞的。胡老师一定也很以谭健次为骄傲吧？这么优秀的学生，哪位老师会不喜欢呢？发现胡老师置顶好多健次，不愧是得意门生。谭健次就像一颗小小的碎石，无时无刻都在与这个世界碰撞出绚丽的火花，也像一支火炬，持续地燃烧自己，似乎没有力竭的一天。在他身上，我总能看到老钟脚踏实地、天道酬勤的朴素价值观。所谓的路人缘，其实就是他靠自己的努力一点点攒下来的尊重和敬畏，而这些认可又能成为滋养他的养分。越来越美、越来越火的飞轮效应原点，都是因为他的赤诚。